为雷仙殿店主的岩雷子，为何要帮助麻子这个素不相识之人反杀血族？难道就不怕血族的爷爷血神子找他麻烦？又或者仅是因为岩雷子将麻子视为有缘人的缘故吗？其实这岩雷子的算盘打得远比诸位想象的要响啊！众所周知，在仙逆已是跨过的弑仙之战里，麻子之所以能够成功反杀血族并晋升至阳石修为，李元与岩雷子的作用那是功不可没。虽然亡灵先是以李元在仙人储物空间所布置的数万禁制，然后以瑶吸血之魂为引的将血族炸成重伤，但这些却并未对血族造成多大的伤害，甚至等血族缓过来后将会重新恢复至境孽修为。然而彼时正巧被岩雷子瞧见，他先是出手强行为血族恢复血身，致使对方实力下跌至亏孽后期，然后又假装不知情的向其讨要报仇，强行夺走血族的一半血身与元神。就这样，身为冤大头的血族，其修为又一路下跌至阳石修为，这才致使后面麻子在与血族战斗的过程中，因吸收晋级引来的天劫之力以及血族的那一半血身，一路从问鼎大圆满直接突破至阳石中期的，从而成功反杀血族。那么岩雷子此举究竟是有何意呢？他真的就不怕姚家家主血神子问责吗？毕竟从血缘关系上来讲，血族乃是血神子的亲孙子啊。其实岩雷子不去找这个老邓的麻烦就不错了。要知道雷之仙界内可是明令禁止不允许实力超过愧孽之人进入的，因为这样容易造成雷之仙界内的大陆碎片崩塌。但血神子却是通过职权擅自将血族给放进雷之仙界。当初血族追杀麻子时所释放出的恐怖威压，不仅将许多大陆碎片瞬间崩溃，更是让了许多罗天修士无辜命丧其中。此事对于身为负责人的雷仙殿来说本身就是大忌。再者，人家岩雷子的实力乃是碎孽大圆满，反观血神子的实力却仅是碎孽中期。他二者真要打起来的话，血神子恐怕连怎么嘎的都不知道。因此岩雷子故意刁难血族的第一个原因，便是以雷仙殿殿主的身份对于不遵守规则之人的稍加惩戒罢了。至于第二个原因，便是血族的那半具血身与元神对他复仇，修真联盟有着大用。要知道岩雷子在这数万年里先后进入雷之仙界数百次，所谓的正是将其内的大部分大陆碎片炼化成攻打修真联盟的一大利器，而被他所炼化的这49个仙界碎片内，必须有着修士元神以做气魂才能发挥出全部威力。本来这些元神岩雷子都已经准备好了，其中从阴虚修为到碎孽初期不等，但血族那身为境孽中期的实力却远比其中一部分人要高得多，所以他这才临时起意的将血族的一半血身取走，用以替换那些修为较低之人的元神。毕竟对方违规在先，他这么做也算是合情合理。再者，即便他不去取走血族的一半元神，估计到最后也会便宜了血神子的。要知道血神子早就被一头受伤的六星古妖所控制，这么多年都是在吸收姚家之人体内的元力恢复伤势，从而致使姚家内这数千年以来都没有实力达到境孽修为之人。与其最后白白便宜了那头古妖，倒不如让给他岩雷子了。从这便可看出，岩雷子并不仅是单纯的帮助亡灵，而是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否则真要帮助的话，在当时他便能以碎孽实力直接斩杀血族，又怎么会让咱麻子哥拼着身陨道消的方才堪堪战胜血族了？而又为何说岩雷子对麻子所称呼的这个有缘人，在博主看来并非是他帮助亡灵的一个凭证，而是岩雷子一开始是想将其当成自己复仇联盟星域的棋子了呢？因为原著中曾有明确的提及，那就是这49个气魂当中有一个实力达到亏孽之人，曾是岩雷子的第4个有缘人。结合麻子最开始进入雷之仙界的那处大陆碎片，也正是岩雷子当时欲要炼化的其中之一。现在再回想当初岩雷子所说的那番话，是不是有些脊背发凉呢？可能他一开始的打算便想将麻子炼成自己的一个气魂吧，这才不断的给麻子设置下一些考验，以及在自己也有所获利的情况下略微出手帮助一下亡灵。所谓的也正是想让麻子慢慢强大起来，即便成为不了仙界碎片内的气魂，也定然是他日后攻打联盟星域的一颗小小棋子。只可惜后来伴随着清水仙君将麻子视为隔代师弟，岩雷子的计划这才逐渐的泡汤。只能说在修真界没有任何人会无缘无故的给予你任何帮助，即便像遁天老祖这样的老好人都是有利可图的，更遑论岩雷子这个以罗天星域为旗从而达到自己复仇计划的老狐狸了呀。